嘿，大家好，这里是轩创意，我是林汉。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？半夜在赶剪片，脑子已经宕机了，但客户跟你说这边能不能再多延长5秒？这里帮我加个数据图表动态一点的那种，谢谢。怎么还打人啊？然后你心里只有一句话，你要不要顺便帮我长一个 AI 脑？今天我要跟你们聊一个我最近真的有认真用，也有认真研究的新版本剪辑工具 Filmora。这套 AI 深度赋能的通用型专业影片剪辑软体，它不是那种按一键帮你做完所有事的魔法软体，但它现在已经做到帮你延长影片画面，帮你自动算图表做动画，帮你管理复杂专案跟多条时间轴，而且界面对非专业后期也算蛮友善的。今天这支影片会不是单纯开箱，而是以我身为创作者加教学频道经营者的角度，跟你们一起看这次 Filmora V15 的 AI 功能到底好不好用，哪些功能真的有帮到我，哪些地方我觉得还有进步空间。如果你现在正在找一套能免费下载试用的剪辑软体，或是你已经在用 Filmora， 想知道值不值得升级到 V15， 这支影片看到最后应该可以帮你做个比较踏实的判断。Filmora 的定位，先快速讲一下背景。Filmora 不是新软体，它本来就主打界面友善加功能够用，有点介于入门剪辑软体跟专业 N 里中间的那一段市场。这次 V15 他们很明显是想往专业工作流加 AI 融合这个方向靠，有给专业剪辑师用的子专案、双时间轴编辑、双萤幕预览，也有给一般创作者用的 AI 影片延伸、AI 增强、AI 物件移除、AI 灵感成片这种功能。所以如果一句话来定位的话，我会说 Filmora V15 是一套想让一般人也能剪得比较专业，又不会难到剪不动的 AI 剪辑软体。但我也不会说它可以完全取代 PR DaVinci、After Effects 这种级别，它比较像是让你做自媒体、教学、商业简报影片的主力工具，而且把很多繁琐的东西交给 AI 去处理。核心 AI 功能 AI 灵感成片加 AI 影片延伸。我们先从大家最有感的 AI 功能开始讲。AI 灵感成片这个功能的设计概念很简单，当你知道大概要做什么主题，但不知道剪辑节奏跟画面应该怎么拍的时候，可以先让 Filmora 帮你生一个灵感版本。你可以输入文字概念，2丢一堆素材给它，3选一个风格， Filmora 就会帮你把片段排好，搭基本节奏，加一些合适的转场跟字幕动画，让你先有一个草稿片。优点，对新手来说，空白时间轴恐惧症会直接解除，即使是老手，赶案子时先让 AI 排一版，再自己微调也算是救命功能。我自己的感觉，它做出来的东西我不会直接上架，但很适合作为初剪草稿。有时候它给的节奏会跟我想象的不一样，反而激发另一个剪法，还可以改进的地方。有时候转场用的有点多，或风格感太重，还是要手动删一些。如果你是节奏控，会比较倾向把它当成参考，而不是一键完片。AI Extend AI 影片延伸，这次 V15 的主打，这个是我这次用到最觉得有帮到忙的功能之一。情境超常见，客户这个画面再多3秒好吗？你素材就这么短啊，大哥。AI Extend 就是让你在时间轴上直接对影片做续写，在素材库 AI 素材的影片延伸功能，输入想要增加画面描述，可以向前延伸1帧到5秒，向后延伸1帧到8秒，对单一资源片段可以延伸到8秒，音讯则延伸没有秒数限制，这部分其实沿用原本的音频重组概念。也可以在工具栏这边有个快捷键直接拉秒数，一样输入想要延伸的画面描述。实际使用感，用在风景、转场、B-roll 上效果比较自然。人物镜头延伸太长，有时候会出现 AI 特有那种微微怪异的动态，我会建议当做过场接转场用很好，但不要当主要表演画面。这个功能我给的评价，对剪辑师来说是救场工具而不是主要创作工具。在赶片素材不够长的情况，拯救废片很实用，但如果你期待它帮你多拍一段新的表演，那就有点太勉强。3创作者超实用，钢笔工具加动态图表。接下来这2个我觉得对知识型、财经、教育类 YouTuber 特别重要。
一钢笔工具 Pen Tool 加路径跟随。之前你如果想做那种地图上跑一条路线，画面上圈出一个重点，让某个图是沿路线跑，通常要跑去 AE， 或用很麻烦的 keyframe 一个一个调。Filmora V15 的钢笔工具直接内建在播放器里，你可以一用钢笔画一条线或一个形状，二透过 Trim Path 路径修剪，控制起点、终点跟偏移，让线条从无到有画出来。三用 Path Follow 路径跟随，让时间轴上的素材预设素材或你自己上传的小 icon 沿你画的路线动。我自己频道其实蛮常要解释流程、画箭头，以前要么偷懒用 PPT 动画，要么进 AE 做，现在直接在剪辑软体里搞定。优点是能减少软体切换，改版的时候不用来回输出重绘。但我也老实说，这个钢笔工具没有 AE 那么变态强大，但对 80% 的画重点、画路线、做简单动画来说是够用的。二动态图表资料型内容直接升级。如果你有在做财经、投资、股市分析、科技产品市占率比较、数据报告、教学简报 ，Filmora 的动态图表，这是对这种频道来说算是蛮关键的一步。它目前支援柱状图、条形图做对比排行，折线图看趋势、时间序列，圆饼环形图看占比，面积图叠加趋势结构，表格严谨呈现细项，还有动态柱形图那种会随时间跑的排行榜画面。这个功能的意义在于，你不用先把图在 Excel 做好，绘出，再丢进剪辑软体，然后只能做整张图的淡入淡出。现在你是直接在 Filmora 里输入数据，调整颜色、字型，做出有节奏感的动态图表。使用情境我觉得很赞的是做年度回顾、排行榜、销售表现这种影片，或者你是课程老师要讲解一堆数字，不想画面太无聊。缺点现实面，如果你是超硬核数据分析师，还是会更习惯用专业图表工具再汇入。但对 YouTuber 来说， Filmora 里这个功能的目标是好看加够清楚，不是做学术论文。4进阶剪辑工作流，子专案加双时间轴加双萤幕预览。这段比较偏给剪片剪到开始接案、做课程、做系列内容的人。一子专案 Project Subproject， 简单讲，子专案就是让你把多个工程档当成素材导入到主工程，资源汇入 Warp 或 Warp Bundle。 那这个有什么好处？想象你在做一整套 AI 工具教学课程，每一集都有固定片头、BGM、字幕风格，或你是接案公司，帮同一个品牌做不同语言、不同尺寸的影片。以前你可能开一堆专案档，彼此之间复制贴上素材，改某个东西要每个专案打开慢慢修。现在你可以把一个子专案当作模组化片段，在主专案时间轴上直接把它当一段 clip 用，需要的时候再点进去编辑。优点，系列化内容的效率会大幅提升，风格统一，片头片尾固定段落都更好维护，小团队协作时也比较好分工。缺点，注意点，这个概念对完全新手可能有点抽象，需要适应一下。但如果你已经有在做长时间专案，会很快理解它的价值。2双时间轴编辑 Double Timeline Editing， 这个功能对于处理复杂项目的人很有感。Filmora 让你可以用 Tab 方式管理多个复合片段 clip， 主次时间轴之间自由切换，在2条时间轴之间互相复用素材。比如说，你有一条主时间轴是完整版教学，另外一条时间轴是短版精华，你可以很轻松的在两边互拉片段，而不用一直开关不同专案档。我自己的定位，对只剪一支 vlog 的人来说，这功能可能没那么有感，但对要同时剪长版加 shorts 加 reels 的人，这个就会是效率神器。3素材库与时间轴双萤幕预览，这个其实是很多专业剪辑软体早就有的概念。原监视器看原素材，时间线监视器看目前影片成果。Filmora 这次做的比较贴近专业软体，
可以在同一个界面里用 Tab 切换，也可以在有外接萤幕的情况下，把时间线监视器拉出去当第二萤幕专用。优点：挑素材时不用一直拖来拖去，只是先预览标记即可。外接萤幕时，剪辑体验跟传统 Only 更接近。5. 升级的 AI 功能 AI 去背、物件移除、美颜、字幕。除了刚刚讲的这些比较核心的工作流功能， Filmora V15 还有一串 AI 功能升级。我用子弹列快速讲一下实际感觉，详细教学可以参考上一部影片，有兴趣的可以点击右上方链接。AI 影片增强，一键帮你调整画面锐利度、亮度、对比这种。对于手机萤幕录影素材，效果蛮直观。AI 物件移除，资源刷笔涂抹、方框选取，再搭配橡皮擦细修，小东西、路人、角落杂物移除还不错。真的大范围或跟主体重叠太多，结果还是会有 AI 痕迹，这是目前所有工具的共同问题。AI 去背、智能抠图、AI 抠人像，在影片 AI 去背智能抠像里面可以开。V15 增加了更多选取、重置、描边控制，让你可以比较精细的控制背景分离。对一般讲头影片、线上课影片，可以省下很多绿幕时间。AI 美颜，真的就是让你上镜气色好一点的那种。调整好一点是修饰，调太满就会变成美颜镜直播感，自己拿捏。动感字幕 STT TTS AI 人声分离， STT 语音转文字， TTS 文字转语音， AI 人声分离。对于要做教学剪 Podcast 片段的人，非常省时间。动感字幕配合 STT， 可以快速做出讲话逐字高亮的效果。这一整组我会怎么评价？不是每一个功能都要你每天用，但当你需要时，它真的会节省非常多细碎时间。6. 适合不适合的人是谁？讲到这边，我们稍微整理一下，比较适合这几种创作者。1. 知识型教学频道，要大量用图表、字幕、划重点、解释流程。动态图表加钢笔工具加 AI 灵感成片会让你很有感。2. 中小型工作室接案剪辑师，帮客户做广告、简报影片、社群短影音。子专案双时间轴、双萤幕预览，可以让你专案管理舒服很多。3. 个人创作者想把影片质感拉高，本来只会剪切加字幕加个背景音乐，想透过 AI 功能多一点动画效果提升质感，又不想学一大堆专业软体，可能不那么适合。要做电影及后期特效及合成的人，例如你要大量 3D 合成、超细致调色、复杂特效，这种还是得上 DaVinci、AE 那一级的工具。2. 完全不想碰时间轴，只想一键生成短片的人。Filmora 虽然有 AI 灵感成片、AI 延伸，但它还是剪辑软体，不是短影音自动工厂。3. 你要愿意动手调整，它才能发挥最大价值。好，最后用一句话来总结今天的主题。Filmora V15 不是要取代专业剪辑师，而是让更多人剪得更接近专业剪辑师。我觉得它的优势在于，把很多原本需要多套软体配合的东西，拉回一个界面里做，对自媒体创作者跟教育类内容，真的还蛮友善。这是 V15 的 AI 功能，是从炫技开始往实际工作流这边走，当然它也不是完美。AI 延伸、AI 物件移除在某些极端画面下还是会露出 AI 味，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。如果你是超硬核后期，还是会觉得它在细节控制上不如传统大哥们。所以如果你问我值得试吗？如果你是内容创作者、老师、行销人、剪辑接案者，我会说可以至少把免费试用下载来玩一圈。如果你想试试看刚刚讲的这些功能，我会把 Filmora 的免费下载试用连结放在影片下面的说明栏前3行，还会在置顶留言再贴一次，大家可以自己点进去玩玩看。也很希望你们在留言区跟我分享2件事： 1. 你现在主要用哪一套剪辑软体？为什么？2. 你觉得像这种 AI 影片延伸、AI 灵感成片，是真的有帮你工作提速，还是对你来说只是玩具？我也会挑几则留言在下一支影片里面跟大家聊聊，让这个话题变成一个创作者之间互相交流的空间。如果你喜欢我这种不只介绍功能，也讲实际使用感受的影片，记得帮这支影片点个赞，分享给身边也在剪片的朋友。我们下一支再一起拆更多 AI 工具。
看看到底哪些是炒作，哪些是真正能落地的东西。我也会挑几则留言在下一支影片里面跟大家聊聊，让这个话题变成一个创作者之间互相交流的空间。如果你想要更多关于 AI 创作、自媒体经营的内容，请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们每周都会更新最新的实战技巧。这里是炫创意，我是林涵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